大家好，在上一支影片里面，我们使用了 DataView.js 来产生 Markdown Table。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继续使用 DataView.js 来制作一个动态查询的笔记。在正式开始之前，会先建议这一支影片可能会比较适合有程式经验的朋友们，而且这次介绍的也是一个概念性的尝试。这一个动态查询的功能不见得会增加你在制作笔记上面的一个方便性，但是我们就是来展示 DataView.js是可以达到这个动态查询的功能的。下面先来看一下 DataView.js 所能够达成的动态查询到底可以达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在这一个新产生的笔记里面，使用了 DataView.js 产生了两个输入栏位，第一个是日期的输入栏位，第二个是标签的输入栏位，就把这两个输入栏位当做 DataView 的查询的条件。输入了这个条件以后，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Query 按钮。如果有查到资料的话，它就会直接把 DataView 的表格呈现出来了。那这个表格显示了5个栏位，这个表格是只有输入了日期这个条件。如果我们继续输入标签条件的话，它会把这两个条件用 AND 做结合，然后查询出指定的日期有这个标签的笔记，它才会呈现出来。先输入 Obsidian 来试看看，下面呢，它就会把在5月21有 Obsidian 这个标签，就会呈现出这个 DataView 的表格。在这边可以看到它有3笔记录，只有日期条件的呢是有5个符合的笔记。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动态查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来增加需要的栏位，就可以当你需要某一类查询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修改 DataView 的查询语言的内容，而是直接可以透过输入栏位就可以马上把需要的资料给查询出来。那后面就来看一下这个脚本的程式要怎么来撰写。以下就一步一步的看一下这个脚本的内容。首先，为了要能够显示更醒目的执行讯息，所以在笔记的开头的地方插入了一个 HTML 的标签，用来呈现讯息。就是在这个讯息冒号的后面使用了 span， 它的 ID 是 MSG， 透过这个 span 就可以把有错误的讯息或者是成功笔数等等这些讯息写在这个区域里面。那这个显示讯息的方法其实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脚本。首先，我就是使用 document.getElement by ID 来取出 MSG 这一个 HTML 元素，然后把它给指派到 MSG 这个变数里面，到时候就可以透过 MSG 的 inner text 来变更它显示的讯息。这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目前执行的状态，所以在笔记里面插入了一个显示讯息的区域。接着再来看一下日期跟标签的输入的元素。在刚刚的展示笔记里面有2个输入的栏位，分别是输入日期跟输入标签。那最后面还有一个查询的按钮。这3个 HTML 元素呢，都是使用 dv.el 产生出来。在第一个 dv.el 呢，就是去产生日期的输入元素；第二个是产生出标签；第三个呢是产生出按钮。因为输入栏位的宽度是比较宽的，所以又使用了这个元素的 style.width。把它设定成120个 pixels， 把它的输入栏位的宽度给变小，然后它的预设值就可以透过元素的变数点 value 的方法，由 DataView 的公用函数去取出今天的日期，然后取左边的10个字元，也就是年月日，然后中间有2个分隔线，就可以把今天当作是预设输入的日期，显示在输入的栏位里面。这个就是产生输入元素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最后面就是整个 DataView.js 查询的本体的程式。首先在最上面就是把标签栏位输入的内容做一个条件的字串的产生。如果标签栏位有输入值的话，就会透过这个 AND 跟井号的方法来产生出要查询的标签的查询字串。在下面的这个实际做查询的 dv.pages 里面，用双引号把2个资料夹给排除。DataView 的资料夹必须用双引号来表示，然后如果在最左边加上一个减号呢，就是表示它要排除。因此我们排除了 010-templates 跟 050-scripts 这2个资料夹都被排除了。除了这2个以外的资料夹就会被纳入搜寻的对象。那后面再把上面查出来的标签的条件给组合起来，这个就是要查询出来的笔记的过滤的条件。那后面会再加上一个日期比对的逻辑，修改日期的前10个字元，如果是等于我们输入的日期的话，它才会纳入后
后面的这一个资料里面。要呈现的栏位呢，就是用这个 map 来组成，总共有5个栏位来组成。第一个就是档案的链接，第二个是使用 text join 的方法，把清单的列表变成是清单的字串，接着再取出建档日期的前10个字元，就是只取出日期，不需要时间。那后面是建档日期，也是不要时间的一个呈现。后面再显示出档案的大小，这个档案的大小呢，再透过后面用 replace 加上这个正则运算式，把数值的千位点，就是这个逗点给加上来，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把资料给找出来。那最后面再用 dv 点 header 产生出一个2级标题，这个2级标题的内容就是输入的日期，再用 dv 点 table 把需要的资料给呈现出来，这个 dv 点 table 就会看到刚刚最后出现的 data view 的表。以上就是整个 data view JS 简单的处理逻辑。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动态查询的方法。如果各位觉得这个方法对你在 Obsidian 的使用上有帮助的话，你也可以来试用看看。最后请大家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